梅花易数里的八卦类象与万物属类。这个可以说啊，是理解梅花易数怎么看待世界，还有怎么进行推演的一个基础工具箱。看看古人把世间万物大概分成了哪8大类，更重要的是想搞明白他们凭什么怎么分。这套看起来有点神秘的符号系统，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咱们争取把它从一个所谓的玄学密码吧，变成一个你能理解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试图把天地万物都给它囊括进去，它背后的逻辑啊，其实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把它讲得清楚一点。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八卦类象开始聊起。这部分我感觉就像是给每个卦先贴上了一个最核心的身份标签。是的，说的挺形象的。它就是通过列举一些具体的物象，比如说颜色啊、动物啊、物品什么的，来展示每个卦最直观的特性。这背后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属性对应。每个卦的那个符号结构、阴阳爻的组合，它决定了这个卦的基本性格。然后呢，现实中具有相似性格或者特征的事物归到这个卦里头了。先看第一个乾卦。乾卦，你看3条都是阳爻，所以是纯阳刚健。它的核心意象就是天，代表着刚强、尊贵、圆满，还有向上的力量。你看它对应的有天、冰雹这种自然的现象，也对应像金玉、宝珠、镜子这类比较贵重、坚硬或者圆形的。古人不是认为天圆地方吗？所以圆的东西也归它。人物上呢，自然就是像君王、父亲这种比较有权威的角色。你记住它的关键词就行。刚健、尊贵、圆。下一个坎卦。上下阴爻，中间夹着一个阳爻。坎卦它的核心意象是水，有水呢，又引申出像显现、流动、隐藏这些意思，所以它对应水、雨雪，还有像江湖、溪涧这些有水的地方。它还对应带河之物，比如桃子、李子。对，就是桃子、李子这些。这个带河的果实跟水和危险有什么关系啊？不是那么直接吧？就是涉及到取象比类了，就是从事物形象上找相似性。你看坎卦的结构是不是外阴内阳？外面2根断的，里面1条连着的。外面2根是断开的阴爻，里面1根是连着的阳爻。这就像那个果实，外面是软的果肉，算是阴吧，内里呢有个硬核，算是阳。所以呢，这种外柔内刚或者说内有核心的结构特征就被归类到坎卦了。它还对应盗贼，也是取它那个隐秘、流动还有带来危险的特性。这么一说就通了，关键是看结构和性质的相似性。艮卦呢，它上面1个阳爻，下面2个阴爻。艮卦它的核心是山，代表停止、禁止、阻隔，所以它对应山、土石这些，还有像老虎、狗这类守在门口或者山里的动物，以及像土豆、瓜果这些，就是土里长的相对静止不动的东西。它的关键词就是山、止、土石。接的是震卦，下面1根阳爻，上面2根阴爻。这个形状我感觉好像一个上升萌发的力量。没错，你感觉很对。震的核心就是雷，代表震动、生发、奋起，所以它关联春天、东方、日出的地方嘛。对应像龙、蛇，这些都是活动力强的。还有竹木，特别是那种新生的、茂盛的植物，草啊，还有青碧绿色。人物上呢是长子，有那种开创的意味。关键词雷动、新生。再来看巽卦。这个跟震卦正好反过来，上面2根阳爻，下面1根阴爻。巽卦它的核心是风，也代表木，但是它和震卦那种刚健的木不太一样。巽更强调的是柔木，它代表顺从、进入、细长、灵活，所以对应风。还有细长的木材，比如藤蔓、绳子，蛇也归它，也是细长灵活嘛。鸡，山林里的禽鸟，这些比较灵动的动物，它也代表工匠、技巧。因为风是无孔不入的，就引申为精巧。关键词风、入、柔顺、细长。同样是木，震是那种生长的力量感，巽是形态上的柔韧和灵活性。那离卦，二者外面是阳爻，中间是阴爻，感觉有点像坎卦的反转。离卦的核心是火，代表光明、美丽、附着，所以它对应火、太阳、闪电这些发光发热的。还有文书，象征文明之光嘛。颜色是红色。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类象，它对应像雉，就是野鸡，羽毛很华丽。还有龟、蟹、
蚌、鳖这类有硬壳的动物。这次是带硬壳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取象比类了。你看离卦的结构，外阳内阴，外面2根实的，中间1条虚的。没错，外面2根阳爻坚实，中间1根阴爻空虚。这就像那个龟壳、鳖壳、蚌壳，外壳是硬的阳，里头呢肉是软的，或者里面是空的阴。同时呢，这些动物往往有比较鲜艳的色彩或者纹理，也符合离卦美丽的这个特性。关键词：火、光明、富丽、外坚内柔。这个解释真巧妙。好，接下来是坤卦，3条全是阴爻，纯阴柔顺。坤卦的核心就是地，代表包容、柔顺、承载、众多，还有方形。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嘛，对，所以它对应大地、田野，还有像布帛、五谷，这些都是大地所生，滋养众生的东西。还有牛，性情很柔顺，又能耕地。人物上是母亲，孕育生命，颜色是黄色，土地的颜色。它也类像金，但是要注意，不是乾卦那种特别贵重的金玉。那是什么金？是指像锅、锄头啊这种由土里生出来的比较实用的金属器具。关键词：地、柔顺、包容、方。最后是兑卦，上面1个阴爻，下面2根阳爻。兑卦它的核心是泽，沼泽湖泊，就是沼泽湖泊，它代表喜悦、口舌，还有缺口，所以它对应泽、雨露，也对应口、舌头、食物，还有乐器，特别是用口来发声的。它也关联金，因为秋天收获嘛，五行也属金，颜色是白色，特别是指那种有缺口的金属器皿，比如杯子、碗。带缺口的。人物上呢，对应少女、翻译、歌妓等等，都跟口啊、喜悦啊这些相关。关键词：泽、乐、口、缺。 8个基础的标签，我们大致过了一遍，听起来确实是每个卦的核心意象都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事物。那接下来这个万物属类，是不是就把这些标签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了？完全正确。如果说刚才的八卦类象是给出了核心词，那这个万物属类啊，简直就是一部极其详尽的应用词典了。它把每个卦的属性扩展到了像天时、地理、人物、身体、家庭、婚姻、疾病、官司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领域。这才是梅花易数进行具体占断时候最核心的依据。感觉这个信息量会非常非常大。那我们还是挑几个卦作为例子来看看吧。就选乾坤坎这3个怎么样？比较有代表性。可以，我们就先看乾卦上天，再回顾一下它的核心属性：天、金、刚健、尊贵，方位在西北，季节是秋天。那它在万物属类里是怎么体现的呢？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天时，它对应天、宝，都是天空相关的，而且有坚硬、寒冷的意象。地理上呢，是西北方、首都、大城市或者地势高的地方，这都和它的方位、尊贵、高亢的属性一致。人物呢？人物就是君王、父亲、官员、名人这些。那身体呢？跟高处和坚硬有关。头还有骨头，非常准，就是头在最高处嘛，骨最坚硬的，还有肺，因为五行属金。哦，肺属金。对，时间上是秋季，还有戌亥这2个地支对应的年月日时都在西北方向，数字对应的是1、4、9。你看这些分类都不是瞎分的，都和乾卦的原始属性紧密的关联在一起。那么在家宅、婚姻这些方面呢，是不是也跟这个属性有关？当然了，比如说占家宅，如果你是在秋天占到了乾卦，那通常是吉利的，因为秋天属金，乾卦当令嘛，得时。但如果是夏天占到的，可能就有点不顺了，因为夏天属火，火克金啊，五行相克。对，婚姻也是类似，比如说有利于和地位比较高的人家结亲，秋天成婚比较好，夏天呢可能就不太有利。疾病方面呢，多半是跟头面、肺、筋骨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坤卦，核心属性地图柔顺包容，方位是西南，时间上是每个季节的最后1个月，就是辰戌丑未这4个月。坤卦的这个万物属类啊，就非常接地气了，接地气儿。比如天时是阴天。雾气都是那种柔和弥漫的感觉，地理呢就是田野、乡村、平地、西南方。人物是老母亲、后母、农夫、乡下人，或者泛指众人，还有大腹便便的人，这些都体现了坤卦的包容、承载与土相关的特性。那身体部位呢？坤为地，是不是像容器一样？对，对应腹部，像个容器嘛。脾胃五行属土，还有肉柔软，静物呢就是方形的东西。
柔软的东西，像布帛、五谷杂粮。动物是牛、母、马。家宅方面代表安稳，但也可能阴气稍微重一点。春天占的坤卦就不太好，因为春天属木，木克土。那饮食呢？我猜肯定有土里长的东西，像芋头、竹笋这些土里长的，还有牛肉、五谷杂粮，味道呢是甘甜，土味甘满。甜味属土。对。婚姻方面一般是有利的，比较适合找乡村的朴实的人家，但是春天占的就不太有利。疾病呢，多半是腹部、脾胃、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比如消化不良什么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坎卦，核心属性水，显现隐藏，方位是北方，季节是冬天。坎卦的属类就充满了水和显的感觉了。天时方面是月亮阴柔之光，跟夜晚水气相关，还有雨雪霜露这些。地理呢是北方江河湖海，泉水井或者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方。人物是中南排行第2的儿子，还有江湖人士、船夫、盗贼。提到了是因为它的隐秘、流动和危险性。那身体呢？我猜是肾。正是，坎对应肾脏，五行属水嘛，还有耳朵，中医说肾开窍于耳，以及血液也是液体。时间上是冬季，还有地支子对应的年月日时都在北方水的位置，数字对应的是1和6。静物呢，包括咱们之前说的带核的东西，公轮、弯曲如水流、酒气、水聚等等。家宅方面可能代表不安定，容易潮湿、阴暗，甚至要注意防盗。那婚姻和疾病呢？婚姻呢比较有利于中南，也适合找北方的人家，但是在辰、戌、丑、未这几个土月就不太好，因为土克水。疾病方面呢，多是耳朵、肾脏、血管循环系统的问题，或者是受寒、水泄、拉肚子之类的。官司诉讼方面，占到坎卦一般不太有利，容易遇到阴险的人或者陷入困境。听下来，这3个卦的例子确实把这个万物属类是怎么从核心属性扩展开来的展示得很清楚。那其他几个卦，比如震雷动东，巽风柔东南，离火明南，艮山指东北，兑则月西，肯定也是遵循类似的逻辑吧？完全是这样，都是从各自的核心属性出发，扩展到万事万物。比如说震卦代表长子和新生的力量，巽卦常常关联到绳索啊、细长的物品。离卦的动物里有羽毛鲜艳的野鸡，还有龟鳖，外坚内柔。艮卦在人事上常常表示停滞、阻碍。兑卦的人物则有少女、歌妓，这些都跟喜悦、口有关。这套系统啊，可以说非常周密。这系统确实是既庞大又精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古人构建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让他们能把这么多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东西都联系到同一个卦象里去？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是关键所在。这套系统啊，它不是随意拍脑袋想出来的，它主要依赖3大核心的逻辑支柱，一个是阴阳逻辑，一个是五行逻辑，还有一个是象数逻辑。3大逻辑支柱，那我们来逐一拆解一下。先说最根本的阴阳逻辑。你看八卦的符号，它就是由2种最基本的线条组成的，一根完整的阳爻，一根断开的阴爻。阳呢就代表主动刚健、上向外向，阴呢就代表被动柔顺、向下内敛。一个卦里面阴阳爻的比例和它们所在的位置，就决定了这个卦的基本性格。比如说乾卦3的全是阳爻，那就是纯阳之刚；坤卦3个全是阴爻，那就是纯阴至柔。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硬的、主动的，就更偏向于归到阳卦里；如果是软的、被动的，就更偏向阴卦。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当然，实际归类的时候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但阴阳属性可以说是定下基调的第一步。比如石头，它很坚硬，偏阳性，再结合它刚健的特性，就归到了艮卦。棉花呢，很柔软，偏阴性，再结合它包容的特性，就归到了坤卦。那第二个五行逻辑呢？这个我感觉在刚才的例子里反复出现，好像很重要，非常重要。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可以说是这套系统里面至关重要的连接件和动力源。它不仅给每个卦赋予了更具体的属性，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相生相克的关系，解释了事物之间的动态变化和相互影响。这个对应关系你需要记一下：乾和兑这2个卦属金，震和巽这2个卦属木，坎卦属水，离卦属火，坤和艮这2个卦属土。了解了这个归属之后，再结合五行的生克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生金，还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某个卦在某个季节会比较有利或者不利，为什么某件事物之间会有特定的吉凶关系。比如刚才说的离卦属火，所以它关联红色、光明，像文书；还有羽毛鲜艳的雉鸡，坎卦属水，所以关联肾脏、北方、黑色。五行就把这些看起来零散的属性给串联起来了。非常清晰，这下明白五行的作用了。那第三个象数逻辑呢？象和数分别指什么？象就是形象、象征、特征，数就是数字、次序。象数逻辑其实包含2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取象比类，找相似性那个。对，另一个层面是数字对应。取象比类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用，就是根据事物的形状啊、功能啊、状态啊，或者它给人的感觉，看看跟哪个卦的核心意象最像，就把它归到哪个卦里去。比如说乾为天，古人认为天是圆的，所以圆的东西像球啊、镜子啊就属乾。坤为地，地是方的，所以方形的东西像箱子、土地就属坤。离为火，它的卦象是外实内虚，所以有硬壳的动物就属离。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联想方式。那数字对应呢？数字对应是指每个卦都有固定的先天八卦数和后天八卦数。比如先天数是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后天数是坎1，坤2，震3，巽4，中5，干6，兑7，艮8，离9。在梅花易数实际起卦的方法里面，这些数字非常重要。比如说报数起卦，别人报一个数字，你就可以直接对应到某个卦象，然后开始推断。数字是这套系统的另一种形式的代码。阴阳、五行、象数这3大逻辑支柱，确实把这个分类系统的骨架给立起来了。那了解了原理之后，这些分类在实际的预测中到底是怎么用的呢？如果我们想学，有什么好方法吗？感觉死记硬背这么多东西，好像不太现实啊。对，死记硬背肯定是不行的，也记不住。它的核心应用啊，其实就是在起卦之后，我们要区分出代表自身的体卦和代表对方或者所测之事的用卦，有时候还有最终结果的变卦。体卦、用卦、变卦。对，然后呢，就看这些卦之间的五行生克关系怎么样，是相生啊，还是相克啊？谁生谁，谁克谁？再结合每个卦本身的类象和我们刚才讲的万物属类里面包含的各种信息，来综合解读吉凶或符合具体的情况。听起来过程还是挺复杂的，能不能举个例子，稍微演示一下这个过程？比如就用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找钥匙的例子。假设啊，你找不到钥匙了，心里很急，然后你用某种方法，比如按时间起卦，或者是报数起卦，最后得到的主卦是兑卦。现在拿到这个兑卦，我们怎么分析呢？第一步，我们先看兑卦的核心属性，兑为泽，为口，为喜悦，五行属金，方位在西方，颜色是白色，还有缺口的象。第二步，结合你要测的事情，钥匙通常是金属做的，这跟兑卦的金属性是不是就对上了？第三步，再看兑卦的象，它有缺口、开口的意象。第四步，综合推断，钥匙可能在哪个方向？西方。对，可能在西方。兑的方位，它可能在什么样的东西里面？有开口的金属的。没错，可能在一个有开口的金属容器里，因为兑属金又有口。比如说西边的抽屉，金属做的盒子，或者开口的罐子，甚至因为兑也代表口和喜悦，跟吃喝有关，是不是有可能落在厨房或者餐厅某个金属器皿旁边？你看，结合卦象本身的属性、类象、五行、方位等等这些信息，层层递进，去缩小范围进行推断。这个过程演示很清楚，感觉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要综合运用这些信息去分析。那学习上有什么建议呢？感觉信息量真的很大。是的，信息量确实不小，所以学习上首先绝对是抓核心，你一定要记住每个卦最关键的那1、2个核心意象和属性。比如说一提到乾卦，你脑子里马上就应该跳出天、刚健、圆；一提到坤卦就是地、柔顺、方；一提到坎卦就是水、显现、中南。从这个最核心的点出发，去理解和联想其他的类象，千万不要试图去背诵那个长长的列表，那样效率很低，而且如欲忘。从源头理解，而不是硬啃列表，有道理。对，其次呢，就是要生活化联想，把它当成一个观察世界的游戏，就是你随时随地看到一个东西，就下意识的去想这个东西它最符合哪个卦的特征。比如看到一个圆多，圆的，想到乾卦；看到一个方盒子，方的，想到坤卦；看到一盆绿植，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想到震卦或者巽卦。看它是刚
健还是柔韧？看到红绿灯的红灯亮了，红色光明，想到离卦；看到一条河水流动，想到坎卦；看到一块石头静止的硬的，想到艮卦；看到一个杯子有缺口的，想到兑卦。这样不断的练习，就把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了，内化了。这个好，把它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实践巩固，光说不练肯定不行。哪怕从最简单的占卜开始，比如说你出门前猜猜今天天气怎么样，起个卦看看，得坎卦可能要下雨，得离卦可能大晴天，或者用它来辅助做一些小的决策。再或者，就像刚才那个找东西的例子，在实际运用中遇到问题了、卡壳了，你再去翻查资料，看看这个卦还有哪些类象你没注意到，这样理解就会更深刻。理论结合实践，才能真正的玩转这套系统。这么一圈探讨下来啊，我感觉八卦这套分类系统，古人的一套认知操作系统。你看，他们就是用这8个基本的符号，试图给这个复杂甚至有点混乱的世界建立起一种秩序，去发现万事万物之间那些隐藏的联系。这里面其实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整体观，还有一种通过找相似性来认识事物的类比思维，取向比类嘛，以及事物状态会随着时间空间变化的这种动态思维。你这个总结相当到位，它确实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体现。就像咱们参考的资料最后也强调了，这些类象啊，它不是死的规定，而是活的参考。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掌握了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比如说，同样是金这个属性，在不同的卦里含义就不一样。乾卦的金呢，可能是指天子佩戴的那种金玉，代表尊贵无比；兑卦的金呢，可能就是指那种有缺口的金属器皿，跟口舌喜悦有关。而坤卦那个金呢，又是从土里生出来的，像农具、工具是非常实用的。如果你不理解背后的逻辑，光看一个金字肯定就会搞混了。确实是这样，灵活性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深入了解了古人这套非常有意思的万物归类法。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尝试用这种去寻找关联、去探求事物内在属性和相互联系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一下你所熟悉的生活、你的工作，甚至是人际关系，你会不会发现一些以前从未留意到的模式或者连接呢？那些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会不会也隐藏着某种类似卦象的内在逻辑呢？